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下周哪些重要的经济数据。那么，刚刚过去的这周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是保持利率不变，然后也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最后一次了。那从下一次就应该是新的这个 Kevin Walsh 应该是能够被当选上，现在还在走流程，是吧？那么马上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要出来了，下周是这个非农数据，最重要的在周五有非农数据。那么这个非农数据的话，呃，就要关注这个还有这个失业率啊，对吧？然后周四也有一个跟就业相关的，周三的话就是小非农 ADP 数据，就是小非农数据，还有跟原油相关的。那么原油的话，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中东那边的话，也没有，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彻底落定，是不是要停战了？但是美国这边是肯定不想打了，大家能够非常明显的通过很多特朗普自己的发推文呢，还有这个采访中，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特朗普肯定是不想打了。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马上，他要去中国访问了。那么之前本来是在年初的时候，好像是在2月份的时候就应该去，但是因为这个中东战争的原因，他就这个推迟了。所以说他现在又定了是5月份去。那么5月份要去的话，就不可能打了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中东战争对，或者说不会有那么猛烈的攻击，我个人感觉。那么，呃，原油的价格的话，也未必能够维持在相对的一个高位，比如现在维持在100块钱，这个还是比较夸张的。那么周二的话，还有一些这个非制造业的一些这个数据，还有这跟就业相关的，对吧？大家都关注一下。最重要的还是在周五，最重要的就是周五非农数据。那么财报还在继续中，虽然说这些大科技公司都出的差不多了，就差一个英伟达。英伟达是在5月20号，在这个月底。那么其他的科技公司，苹果那些都已经出完了。那么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小的。那么在周一的话有 Palantir，对吧？这是也比较火的吧，尤其在2025年、2024年的时候是大牛股。那么最近的话，好像走势不太好，毕竟它是跟 AI 啊、跟军工相关度比较高的。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它的图形。然后周二的话，AMD 对吧？呃，还有哪些？Strategy 跟这个比特币相关的，还有跟这个芯片呢、制冷啊。周三 Uber，还有诺和诺德，这是减肥药。然后还有 Disney，就迪士尼，ARM，这都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Snap。Snap 的话，一般你别看它的这个公司市值不高，但是它跟这个广告业务相关度比较高。有的时候它跟，它出了财报之后，如果说 Facebook 和那个谷歌在它后面的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跌，Facebook 或者说那个 Meta，还有那谷歌，他们相应的也会跌一点，因为毕竟他们都是跟广告业务相关度比较高的。但是现在 Facebook 和那个谷歌已经出完了。那么影响是比较小的。周四的话，我们看一下，什么 Unity 啦，这都是元宇宙啊，Airbnb 啊，还有这个 Coinbase 啦，呃，CoreWeave 啦，对吧？跟这是英伟达的亲儿子，跟制冷相关度的，还有这个 AREN 跟比特币挖矿现在已经转型了，Rocket Lab 这是这个发火箭的，这都是大家经常问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分析，主要是就是首先它的这个关注度比较高，就市场的关注度比较高，其次呢就是大家在我的频道中问过的，我会这个着重的分析一下。大家也可以在我的频道中留言，分析你们想分析的个股，或者说谈论相关的知识，我们都可以在这个频道中讨论。好的，来看一下我们要分析的这个标的。先看一下标普，那么我们先复习一下大周期上，对吧？先复习一下大周期，因为毕竟现在是5月的刚刚开始，昨天，周五的话是第一个交易日，那么现在开始5月份的交易了。我们复习一下大周期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现在看的周期是季线、季线、季度
每一根 K 线都是一个季度。就是这里有一个大的季度的比中枢，这里有一个大的比中枢。现在所有的这一波从666.79涨到现在7272.52，这还挺那个挺对称的，7272.52，666.79，这都非常有意思的数字。那么这一波啊，是从08年次贷危机之后，08年涨到了26年，你说这波牛是波澜壮阔呀？你如果说用预测思维，你是拿不到的。这就是巴菲特老爷子经常说的，就是你挑好了公司，你挑好了这个行业之后，你就拿着不动都不会差。前提是你能够挑好这个行业或者公司。但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就买指数。你去看这个因为在这个周末，那个他的公司虽然说巴菲特老爷子也退休了，但是他的公司在这个周末他们要开这个有他们的财报，好像是他们每个都经常都是周末出来财报。那么他给很多人的建议就是买标普，买标普指数。很多基金一年下来都干不过标普指数的，对吧？所以说你就看从666一直涨到7272，这个波澜壮阔的一个大牛市。那么你要是去预测思维，你是拿不住的。你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下车了，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下车，4800的时候下车，或者说3200下车都非常正常。你如果说去用预测思维，那么我们一直说的就是选好公司、好行业，选龙头，然后才去看技术面。技术面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的进场位置。虽然说你说这波大牛市也非常好，那你与其买在666，还是说每次的回落，你还是说你去追每一次的这个高点呢，对吧？我们毕竟是想要一个相对进场的一个偏低的位置，那你这样的话，后期的你的心理上的压力也小啊，对吧？所以这就是你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技术分析的原因。好的。那么在季线上的话，现在就是这波的一个离开，这有一个中枢了，有一个大中枢，然后它开始走离开，对吧？那么这个离开明显是不背驰的，前面这里是有一个进入段，但是明显这个是空间是特别大的，但是不背驰，它的内部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这就是我们用的双触发，需要利用我们缠论的区间套降低周期。那么从666，从季度降到月线，就是月线就是季线的次级别。那么在月线上是个什么结构？1、2、3、4、5、6、7，七浪。如果说你用波浪的话，就是七浪。但是波浪里面其实它是没有7的，它只有5，1、2、3、4、5。那么如果说你用波浪的话，可能就是这样。哎，前面这里算1浪，这是这个小回撤算2浪，然后这是3浪，然后这是4浪，这是5浪，对吧？其实都没大所谓，只要它按照这个规律来就好了。就是每次的回落都不碰到前面的高点，那就是一直可以延续下去，对吧？但是在我们这个模型里面有一个叫7浪衰竭和9浪衰竭。所谓7浪衰竭和9浪衰竭，就是到7或者到9的时候，它容易结束，整个这一大波。那么也不是说结束了就要开始暴跌了，只不过说这里可能要回来做中枢了，就不会延续这种一直没有，这只是一个类中枢，对吧？你在浪形往上走的时候，一直都是一个类中枢。所谓类中枢跟这种两次回落构成的中枢区别就是，两次回落构成的中枢结构更饱满，这个结构更稳定，这就这么点区别。但是级别上它俩是一样的，且这个第一种类型和第二种类型，它俩级别是相同的。首先要注意一点，只不过就是第一种这种模式，它这个结构更强，它的就是上冲的意愿更强。那么你两次回落的话，它这个结构相对的就稳定一些，两次回撤，对吧？相当于一个确认。那么前面这个一次回落的话，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稳定，后期的涨势可能没有那么高。虽然说我这里画的非常高，它有可能是基本上就一次就结束了，就直接可能就走反向。但是如果说两次回落的话，它有了一个双次确认，可能后期的话能走出一个趋势来，这就是它的区别。那么现在它已经进入第7笔或第7浪了，那就是我们一直分析的从3491这个起涨点。那么现在在月线上的话也没有顶分型，那么现在5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就已经出了高点了，我把这个去掉。
5月的第一个交易就出现高点了，说明5月份不可能出现顶分型了。那么想要再次出现顶分型的话，就要等到6月份，对吧？所以说5月份你要是做月线交易的话，那么就跟你没关系了，因为它没有顶分型就没有顶，对吧？所以说，按照缠论来交易的话，月线上没有顶分型，那么就高枕无忧了，可以说。那么再看一下它的次级别，那么这个次级别的话，这就是这个我们经常有时候在直播中有的时候会简单的讲几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3491，这是它的起涨点，这是进入段大 A 中枢离开段小 B， 大 B 中枢。虽然说大 A 中枢的高点和小 B 中枢的就围绕它震荡的高低点，感觉好像离得很近，但是并没有碰到，还是一个趋势上，对吧？那么针对大 B 中枢还出现了3买，这个6316这个低点，这是一笔回落，没回来就是3买，然后又一波这个上涨，突破了这个前面的7002这个高点，出现了一个 C 段。那么现在这个结构是饱满的，所谓饱满就是按照我们的模型里面的这个结构，跟模型比较，我这个进入段也有，大 A 也有，小 B 也有，大 B 也有，小 C 也有，对吧？这个结构是饱满的，也就是说它随时可以完成，但是呢，完成的话要最后这一段也要完成，也就是说6316到7272这段要结束，如何要判断它结束？首先你这个结构是这个周期上要有顶分型啊，对吧？周线上这个周期上有顶分型吗？没有顶分型。想要结束的话，连顶分型都没有，怎么结束？对不对？任何的结束，从高点结束的话，都要有顶分型；任何从低点低位的结束，都要有底分型。现在顶分型没有，那你就要关注它的内部结构。现在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结构，这就是我们在每天这个每次直播的时候分析的6316。在日线上还是一笔，日线上也没有顶分型，日线上也没有顶分型。那么看一下它的小周期，1小时上，这个结构就相对的饱满了。6316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大 A 中枢，三浪走了一个小 B， 然后大 B 中枢。针对这个大 B 中枢，我们在周五直播都也说了，想要不再继续围绕大 B 中枢震荡的前提是，要么给我一个回撤，出现一个3买，要么砸穿这个中枢给一个3卖，没有，现在都没有，现在只是有倾向要出现一个3买了，对吧？那么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我们也分析过这个5分钟，当时我们也说了7107上涨的话是大 A， 当时我们分析的时候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我当时就说在这里做大 B， 我们推演了几种情况，要么是直接微转上去，要么是直接在这里做大 B， 或者我还说了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它走反向的话，那就是这个回落是1小时的这一笔回落，对吧？你可以这个再回复的看一下我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怎么说的，你再对照一下现在已经走出来的这种情况，你就会清晰的发现，对吧？你在它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已经推演出来它的可能性了，它推演出来的这种叫完全分类，不测而测，目的是把它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你都分析出来了，那么你就等待它自己走出来就好了，等待它自己演变出来就好了。想要从一个微转状态，或者说想要出现一个避中枢状态，或者说想要出现一个往下延续的状态，那么它有高低点就不一样的呀，对吧？那么它每次出小高点，不出高点出低点，你看它这个节奏，不出高点出低点，不出高点出低点是这么一个节奏，那肯定大概率就往下走啊，更往下走的倾向更大，那你就能够在观察5分钟这个小中枢构造的时候，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这个市场的脉搏，这就是市场的脉搏在脉动，对吧？它每次反弹都弱，每次反弹你也可以拉一个趋势线，每次反弹上去就到这个趋势线这个位置，每次到这个趋势线位置就下来了。那么现在这个结构已经饱满了，那有人可能问，那1小时这个回落能不能够成为这个大 B 中枢3买啊？对吧？那这就牵扯到预测了，你就想让我给你预测一下，给你算一卦，对吧？算一卦起一卦，怎么到底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啊，对吧？这样的话你就好进场了。我不是大仙儿，我也没有水晶球啊，我算不了，我也没有这能力。我能做的就是跟，
我自己来说就是跟踪，怎么跟踪？就这个位置首先不能出现快杀，一旦出现一个快速离开这个中枢，那就有希望要回到1小时下面那个大中枢里面了，对吧？首先不能出现快杀，还有的话，它可以是出现一个两中枢趋势下，现在只有一个中枢，它可以慢慢的下，哎，我下来了，比如说踩一下这个200均，我再弹起来，再做 B 中枢，然后再打一个低点，以这种方式完成这一波的下跌也可以的，但这个位置可以是一买。它也可以不回到下面那个1小时中枢里面去的。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简单的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对吧？你这样的话就有3个位置了，0.382啊、0.5啊、0.618。你发现0.618也没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即使是杀到0.618的话，对吧？那这样的话你就去跟踪就好了。所以说，能不能够出现快杀？你说我能预测到吗？我如果说有那能力的话，我早就去这个买期权呐，买这个杠杆啊什么之类的，我去压就好了。如果说我真的是知道特朗普的每一个推文，下一个推文提前几分钟能知道他要推什么的话，那我肯定不会跟大家在这里讲这些东西了。你要有那个能力，你要有每次都能有 inside news，那你也不需要看我的视频。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只能去做跟踪。所以说，不能够去做预测，预测思维是害人的，预测思维是害人的。你只能去一点点跟它。所谓跟踪就是，哎，你会发现它弱了，那你就要买的时候就少买一点，对吧？你如果说你想做5分钟这个交易的话，那你就少买一点，反弹弱了就赶紧卖掉，或者说你就做它的反向，可能第一次反、第二次反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么再往上弱的时候，你这个位置可能去做空它，而不是去做多它，晓得吧？所以说要转变你的思维，抛弃预测思维，一直要做一个跟随性的一个思维。好的，这是针对指数，我们就讲这么多了。现在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要出财报这些。今天这个视频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有一点长，因为我们想把这些要出财报这些都，大概捋一遍吧。那么时间会可能长一点。如果说特别长的话，我们可能只说相对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好的，先看一下 AMD。相对就是说大家比较熟悉的片儿的话，我们就不说它的基本面了，只分析股票的那个结构。如果说可能看上去不是那么熟悉的话，我们可能会稍微的讲一点点它的基本面。我们来看一下 AMD，那我们就只看图形。首先看的周期是月线，那么在月线上有这么一个大中枢，这都很清晰了。然后从76.48涨了这么一大波，但是呢，它这里其实是有一个技术上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这个188.22。为什么说188.22这么相对重要呢？你看它这个结构，如果说你能够买在188.22的话，那么从188.22一直拿到这个历史高点87%，对吧？比你前面这个要更省事儿。前面这个从76.48，比如说拿到这个188.22的话，只是虽然说涨了比较多，但是呢，我后面这里只用了3个月，你前面这里你看你用了多长时间？基本上有1年时间，从76.48涨到这个188.2的话，基本上是1年时间，或者说少于1年时间吧，但是肯定也是多于3个月的。后期这3个月涨的是特别猛的，尤其是在4月份这一月。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个位置呢？因为啊，它这个位置理论上就是严格定义的话，它是不能够满足3买的，是不能够满足3买的，因为它是有包含关系的，在这里面有包含关系，包含处理之后它是不够。但是或者说你用高低点，这个高点我们看这个价格266.96也不够，对吧？所以说它包含处理之后是不够5根的。但是呢，在次级别，我们看一下次级别，这里个下面这个大中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月线那个比中枢，然后这个188.22是2次周线，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2次周线2次回落的一个位置是在188.22，也就是说周线上出现了2次比回落，那么下面有一个月线的大的比中枢，或者说你说是周线的一个线段中枢，这是周线的一个线段中枢。那么红颜色的是线段中枢，那么蓝颜色的是比中枢，那么也就意味着
188.22这个位置其实是2次比中枢的回落，出现了一个3买呀，这其实是一个3买，188.22其实是3买，但是你要在月线上看的话，你是不会把它严格定义的话是不会当成3买的，因为它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它是不满足定义的，对吧？所以说你要说这个的目的是你在交易的时候要多看多周期，不要单盯着一个周期，你要看它的大周期是什么情况，小周期是什么情况，次级别是什么情况，对吧？所以这个188.22其实是个这个大3买。那么在周线上的话，它也是76.48，哎，有进入，做了2次回档，然后开始离开。所以说我们现在分析的重点还是188.22日线上。那么日线上那就走得更牛了，188.22这段它日线上只有一笔呀，所有的回落都不构成它的本周期的这个有效回落，也就是说不构成一笔，都是次级别的一笔。日线上还是向上冲，那么它是在5月5号周二的盘后，我们看一下小周期。那么1小时上这个我们之前是分析过的，下面这里打了一个底座，打了一个那个箱体，这个箱体是超过9段的，或者说9段升级的。我们之前是分析过，它是9段升级的。那么现在开始离开之后，走的全都是浪形啊，从200.62这里上涨，1、2、3、4、5、6、7，走了个7浪，走了一个7浪上涨。那么这个7浪之后，这个7浪的7现在也出了高点了，但是有点偏弱了。你要跟前面这个5比较的话，对吧？而 MACD 也是快慢线的高度、柱子的面积跟前面都是有点偏弱了。它是在我们看是周二盘后，我的个人倾向是要回来，或者说即使上去的话，也是一个冲高回落的状态，要注意冲高的话不要去追它，毕竟它这份涨幅已经非常大了。那么有再往上冲的，这个7也可以没结束啊，它可以再往上冲一冲。但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往上冲的话，你就去减仓，或者说去这个多卖一点。毕竟它要回来的话，它就是在这里1、2、3、4、5、6、7，然后看它这个回落的位置。如果说回落的它冲的比较高，回落的话也可以不碰到前面这个350这个位置，不碰到的话还可以有9。但是如果说它在这个财报的原因直接就下杀的话，那就其实就是在这里做中枢了。但是在1小时上，因为它这下面有一个9段升级的大中枢，在这里的2次回落还是3买，那就跟刚才我们分析那个周线上结构是一样了呀，发现没有？所以说一定要注意，2次回落还是3买，还是可以买的。所以说我跟大家的建议就是，每次像这种基本面好的公司，每次买回落要大胆的买回落，而不是去追高，这个节奏一定要搞清楚。好的，这就是针对这个 AMD，我们再看下面的 Palantir。那么 Palantir 我们刚才讲了，它是主要跟 AI 呀、跟也算这个有一点跟这个，因为它是军工股，算是有一点点军工概念，因为它这个产品是用到军队里面的。那么现在，但是呢，现在这个 agent 这个，尤其是 Anthropic 他们出的这些非常牛的 agent，对帕兰蒂尔的冲击也比较大，对吧？它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那么现在，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那么周线上其实是已经出现了这个碰到了前面的低点了，就是从207.51的回落碰到了这个低点，也就是说这里其实是已经开始有第2个中枢了。下面这是周线的大 A， 这里其实要做周线的大 B 了，但是呢，是因为这个回落可能还没结束，也就是说从207的这笔回落可能再往下杀一杀，比如说杀到这个120周这里，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120周均线，如果踩一下这里的话，看能不能够支撑力度比较大一点。那么这里其实还是在有中枢了，有中枢之后，看它是不是要做大 B 中枢之后可以继续往上走，还是说要在这里继续震荡，对吧？所以说我现在个人倾向的话，它是没跌完。那么从144跌到这个120周的话，还有大概30%的空间。倒不是说这个财报一下就跌那么多，只是说它可能这个财报即使往上冲的话，也不要去追它。我个人倾向是慢慢的。你看它这个有这么一个类似下降通道的这么一个图形，所以说可能是冲一下再下来，慢慢滑到这个位置，也有可能在这里要趴一段时间，可能看它在后来
后期能不能够起来，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个人倾向。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的那个内部结构。那么日线上，哎，这个结构就很清晰了。你看它走的其实很复杂的。如果说看裸 K 的话，它这个上下翻飞的很厉害，你是很难做的。但是你会发现，用缠论一画出来，你就很清晰了。有这么个中枢，出来中枢之后，就是围绕中枢震荡，对吧？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结构，这是有进入段1、2、3、4、5、6、7、8，已经到第8笔了。如果说它出现了一个上冲第9笔的话，那刚好有可能要往下砸的，就后期往上走的一个结构。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倾向是在周一盘后就出财报了。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这个周一往上冲的话，那有可能要冲到这个，比如说财报往上冲，就周二了，因为它是周一盘后出财报，周一可能往上涨一涨，然后周二这个再往上冲一冲。比如果说冲到120天、200天，我们看一下空间，120天10%，200天14%，10%到15%的一个空间是我个人的一个，就是也就是这样了。你看它的裸 K，它也就是能冲到这个位置，165左右吧。冲到165左右，基本上也就是它顶天的位置，然后继续慢慢再往下走。那么往下走的话，就是大概率就跌破这个122这个位置，去我们刚才说那个周线的120天的位置。所以这就是我对帕兰提尔的一个个人倾向。但是我的个人倾向只是一个建议，对吧？我没有水晶球，我没有办法预测，只是我的一个盘感，只是我通过图形上来看，我起码冲高我不会去这个追它，我可能去做空的。这个跌下来的话，我可能看看位置，可能搏一个反弹，就这么样，就是这么一个交易。所以说不是那个在这里指导大家，不是在给大家喊单的，一定要这个清晰认识到这一点。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ARM。那么 ARM 这个的话，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它的基本面，它图形其实我们是比较熟悉的。它呢主要就是这个全球半导体架构的基石。那么它主要就是开发并授权 CPU 架构以及相关的 IP 组合。它这个主要是通过像苹果呀、高通、英伟达等厂商收取授权费以及每颗芯片的版税获利。但是它最近之所以冲上这一波的原因，是因为它要开始下厂造芯片了，这是为什么这个它往上冲了一波。但是它的最大股东，也就是这个日本这个，对吧？那么它的占股太高，造成其实它的这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最近它这波下跌，我也是注意过，就是4月27号，4月27号为什么下跌呢？是因为高通也要下场造这个芯片了，然后市场可能是担心，可能高通绕过这个 ARM 的这些授权，这个如果说绕过 CRM 的这些授权的话，那相当于他自己有自己的呀，对吧？那它对 ARM 来说是一个冲击的，所以说，对这个，对 ARM 来讲，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可费，这个版税，它的博弈，以及对这个中国市场的一些风险，还有就是说，他在2026年他强推了一个新授权模式，引发了大客户的抵触，对吧？那么而且些太过于依赖 AI 预期支撑的高估值，使其在业绩增长放缓时面临巨大的这个股价下压的这个压力。所以说，它在2026年的成败就在于这个 V9架构在数据中心的渗透率能否抵消智能手机市场的饱和，这是它现在面临的这么一个困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的图形。图形上我们一直说，周线上一个9段升级，但是它在月线上其实也是一个月线的比中枢，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2次回荡，我们把这个比中枢给画出来。月线上有这么一个比中枢的，这是它月线的一个比中枢。那么比中枢的这个月线的比中枢，你会发现跟周线的这还有点区别，对吧？其实没有大所谓，没有大所谓，你就看你要看哪个周期就好了。
我们把这个月线的这个比中枢给它这个周期给它去掉，因为比较乱。我们就看月线上有这么一个比中枢，你知道就好了。然后周线上有这么一个呃这个周中枢，周线的比中枢，但是周线的这个比中枢是9段升级的，进入段1、2、3、4、5、6、7、8、9，也就是说这个是9段升级了，它是周线的本级中枢。那么这个中枢升级之后，开始尝试离开。那么我们再到它的日线上，那么在它的日线上的话，它现在是一个123，从100.02、100.02涨了一个3段。这个也有过大回落，但是都不够一比，你就会发现它的震荡其实比较大的，毕竟它的盘子，虽然说已经那个股价是比较高了，但是因为它的大股东占有的80%以上的股份，它在外流通的并不多，造成它的平时的波动其实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现在这个123的3，也就是说这一段3这段的内部结构，1小时。也就是从这个111.26这里，我们把它断开116.26之后，A 中枢 B 中枢，但是呢 A 和 B 有接触，升级了，也就是跟我们刚才分析的什么 AMD 呀、帕兰铁一样，下面有一个大的升级中枢，我这里2次回落还是3买，晓得吧？所以说现在只是出现了一次回落，还可能有2次回落，这里第2次回落当然也可以深一点。比如说砸到这个120均线，120小时均线，我们看一下这个多大空间，13%，对他来说，盘后砸13%、10%以上的是比较正常的，对吧？但是也没有破坏这个结构啊。我虽然说有个2次回落，针对这个中枢的话还是300，我肯定是要买的，做多的，对吧？如果说往上走的话，那就是看它是不是要再次突破前面的历史高点，大概也有10%以上的空间。12%，上下10%，上下10%，涨了，哎，往上走了，你要减一减；往下来了，要加一加。那么，这是如果说出现回落的话，我们刚才说这不是300吗？它这个2次回落还是日线的第4浪。我们现在回到日线，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说它要往下走的话，是要跌破这个193的，跌破193，日线上就出现了第4笔了。1、2、3、4，对吧？你也可以从这个前面的起涨点测一下它的黄金分割。好的，那么02382、189、174、156，对吧？你就去看这些位置就好了，都碰不到前面的134，都是在4浪范围内。它具体到哪儿不知道，所以说，利用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这些位置更容易得到支撑。更容易出现底纹型啊，更容易出现转折，只是让你用来辅助观察的，而不是告诉你有一个什么魔法数字，到了这儿就转折，没有，晓得吧？好的，这就是针对这个 ARM，我们再往下看 Coinbase。那么 Coinbase 的话是在5月7号周四盘后，那它就是跟比特币相关度比较高的，还有就是 Coinbase 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虚拟币的一个 Coinbase 这个什么叫，就是所有你想买虚拟币的话，都到它的平台来来交易。Coinbase 是所有的这些虚拟币交易商里面最合规的，它的合规化做的特别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也是看一下大周期，看一下周线上。我们之前讲过它的周线，从这个31.55这里上涨的话是 A 中枢、B 中枢，然后到了这个44.65，这就结束了。然后那个右侧已经开始往右侧那个生长了，说右侧是一个1、2、3、4，现在走了一个4浪。那么第4浪在4月13号这周也出现高点了，也出现周线的一笔反弹了。它这个反弹很弱，你发现没有？反弹的很弱，离这个前面这个低点291.46离得还很远。那么如果说它因为财报的原因能够往上冲一冲，因为现在我在周5直播的时候也说了，比特币可能要往上冲一冲。如果说能往上冲一冲到这个120周均线的话，是26%，对吧？如果说你用黄金分割从这个前面的高点测一下的话，哎，刚好0.382，刚好在120周这个位置，发现没有？2个这个指标，这个就相当于是那个呼应了。
相当于这个双指标这个交叉了，在这个位置，所以也就验证了在240吧。曲整的话，240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压力的位置，往上冲到240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的位置，要注意不要去追它。那么如果说到了240，你可能要多减一减，或者说去做空它，那基本上就是一个1、2、3、4就结束了，可能要走5了。所以说在周线上可能给你打一个5折，1、2、3、4、5，甚至打低点，对吧？不打低点就是2买，打低点就是5折。我一直跟大家讲的是，任何周期上，尤其是这个小周期是基本上肯定要多等一等3折，等一等5折，这种是可以尝试买的。如果说大周期上的话，你更要尝试了，对吧？要等，你进场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我进的是打的3折的进还是打5折的进，对不对？那么打5折其实就是调整的更充分一点，下降动能它可能更强一点。打3折的话，有可能它弹一下，可能继续下，就是让这个中枢更饱满一点，结构更稳固一点，继续往下走，相当于2次反弹确认。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浪形跟这个类中枢跟这个2次回荡的中枢的区别。所以针对这个 Coinbase 就是往上走到了240附近，千万不要追了，有可能就完事儿了。当然了，你说它那要冲到什么270啊、301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了，我没有办法预测呀。那如果说它真的是指引特别好，或者说是这个监管那边出现了什么利好，或者说比特币出现什么利好，它往上冲，那就冲呗，对不对？那首先你要站到这个120周均线以上去呀。真的是强势站到120天以上，你当然可以拿一拿了。我不是说到了240这个你就要卖，是多大空间？我们看，而是说它更可能结束，对吧？这就是我们一直讲的，要去跟随，而不是说去单纯的预测。好的，这是在周线上，我们看一下日线上。那么日线上的话，它是一个走了这么个123，然后又回来了，所以说相当于这里其实是有一个中枢的，可以是有一个中枢，因为结构这个财报的原因往上冲一冲。那么如果说往上冲，那要到120天12%，到200天37%，将近40%。200天就是到260了，就冲破了我们刚才说那个240了，对吧？240。所以说，往上走的话，它可以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的，它可以是往上冲一下，这里是有一个日线的中枢，然后往上走一下。但是刚才我的建议是，比如说冲到240了，你不要去追它了，你可以去减仓，甚至是去用一点小仓位去做空它，看它能不能够给砸回到这个中枢里来。如果说这是往上走，如果说这个再次跌破前面的这个139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周线上这一笔就完事儿了，也走这个周线第5笔的话也可以的呀。跌破这个前面的低点27%，这个空间就比较大了。如果说它不跌破它，比如说再往下砸一砸，然后再弹一下再下也可以，对吧？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它现在就是偏入，就是偏入。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Coinbase，Core Wave。那么 Core Wave 的话，我们看一下，Core Wave 其实这个大家尤其在散户里面对它这个还是比较操作，因为它的波动相对还是比较大的。那么 Core Wave 的话，它是 AI 算力资产领域的弄潮儿。那么它主要是提供 AI 原生云服务，但是它跟这个英伟达的绑定是非常深的，深度绑定，而且英伟达对它的投资也非常大。提供高性能的 GPU 集群租赁，比如说 H100啊、B200，专注于大规模的 AI 训练以及推理。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英伟达的全球顶级合作伙伴，拥有极难获得的芯片配额，且其自研的算力调度软件比传统公有云更契合 AI 高频并发需求。所以说，它在这个AI 云方面的话，它是独立 AI 云供应商之首，这是这个它的一个行业地位。那么在2025年这个年末是成功的 IPO 嘛，然后市值已经跨入了1000亿美元俱乐部。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比较这个大家都比较知道，也像那个亚马逊的云呐、微软的云呐，对吧？还有这个 NBIS，这种是这个比较现在，呃，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叫什么？
Nebius Group，因为这个是欧洲的用的比较多的一个云技术的一个提供那个供应商。但是呢，它现在的问题就是，它属于这个重资产模式的债务压力以及这个供给这个过剩，现在有点过剩了。那么2026年，它面临着数百亿美元的资产抵押融资成本，且随着这个大模型推理效率提升啊，市场对纯算力的需求增速放缓，这个是它的那个可能是一个问题。那么它高溢价，这个高股价的话，可能就难以为继了。这是它现在所处的一个困境。你也会发现，它在这里已经横了挺长时间了，对吧？在这个区间，是在80到110，80到110是这个区间已经震荡很长时间了。你像什么 AMD 啊、英特尔那些做硬件的，早都冲到高点去了，它还在这儿横着呢。这就是它现在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下结构。首先在这个月线上的话，它其实是给了一个月线大二买，这里月线上冲了一段，然后一个回落，给了个二买之后又上去。那么现在这个月线上这个上冲也够一笔了，从124，从下面这个63涨到这个124也够一笔，月线也够一笔了。我们现在其实就关注的是月线这一笔能不能够继续再往上冲一冲，是不是甚至是再打高点，对吧？来一个微转。那么这就是到周线上。那么周线上其实它是两种方法，你是这里有一个中枢也可以，就是前面的下跌也可以没结束。虽然说这里已经形成了月线了一笔，但是你这就是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两种方法了。它这里是一个进入段的话，1、2、3、4、5，可以是第5笔，可以继续往下走的。所以说就是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中阴段，没选方向。但是我的分析经常借用的是这个非同级别分解。这个之所以用非同级别分解的原因是简单嘛，对吧？我现在就可以利用非同级别分解从这里断开，我只分析63.8右侧的，因为从63.8到124.96在月线上是一笔的，我就看它节密日数。那么在周线上的话，它现在是一个123，但是因为它这个3呢，这个3还不够一笔，3还不够一笔，就看它这个出财报以后能不能够再往上冲一冲。那么我先比较一下这个123的等比例在哪里，现在刚好在等比例，刚好在等比例这个位置。所以说，如果说能够冲上去，因为冲上去的话，因为财报的原因，那就是不背驰了。3不背驰跟前面的1比较，那就可以可能去1.618了，150去了，对吧？这就是你要分析等比例的这个原因。那么再看一下日线上最后这段，从这个67.15。从67.15，你会清晰的看到，在日线上只有过一次回落。那么这一次回落还不够回得很浅吧？我们可以测一下。啊，刚好是踩到了0.382附近，0.382附近，然后形成了底分型。但是这一笔反弹现在还不够一笔，就看这个财报的原因。它这个财报在5月7号周四盘后，那它财报之前还有4个交易日呢，它有可能在4个交易日的话就直接突破这个124.96，然后等结果。那么可以往上再冲，也可以直接回来，对吧？因为它在财报之前就够一笔了呀。在财报之前，这可能反弹就够一笔了，那会出现一个123有背驰，那么因为财报的原因给砸下来，有砸下来的话，那可能在继续构成中枢之后，看它能不能够继续往上走，或者说，哎，如果说这个财报之前已经够一笔了，那财报之后可以一个跳空缺口往下走也可以，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是周线上的一笔反弹，可以走周线上走反向的，再次回到周线这个大中枢里来，这里不是有一个区间嘛，有一个中枢嘛。它可以是往上走，哎，继续再回来。那么如果说你把这个周线中枢给它画出来的话，它可以是有一个中轨，再次回到这个中轨这里再上，也可以，对吧？如果说回到中轨的话，我们从最高点，因为我们预测是或者说倾向是突破124.96的话，再次回到中轨20%，对这个小票来讲，它的盘子其实并不大，一天跌20%很正常。如果说再次回到中轨，你要注意了，就是去买它，可以再次往上走。如果说往上走的话，这个出财报往上走，那就去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123的3，不是123的3的这个1.18，149的话，看一下空间25%，对吧？上下20%，对他来讲，上下20%是一个合理的震荡区间。好的，我们赶紧再往下看，因为时间已经挺多了，还有几个想分析的。IREN，那么 IREN 的这个基本面，我们简单说一下，它是非常成功的从比特币矿商转型为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这个 IREN。那么它是利用100%的可再生能源运营，这个可再生能源运营数据中心，通过自建高功率的这个电力基础设施，同时进行比特币开采与提供 GPU 算力租赁 AI 云服务，对吧？它是稀缺的电力容量与垂直整合，呃，它在这个算力转型领域是这个先锋代表，被视为除了 CoreWeave 以外最具潜力的 AI 云基础设施供应商。那么这个竞争对手就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一些，但是它的问题是啥呢？高额的资本开支与比特币周期的波动性对它会有一些影响。还有就是它采购了大量的英伟达的 GPU，耗资也非常大，且这个比特币减半后，产出压力与 AI 转型初期的盈亏平衡挑战并存。那么在2026年的话，它能否在德州成功交付新的1.4GW 站点，将决定它在 AI 算力市场的最终话语权。这是这个 IREN 现在基本面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概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的图形。那么在图形上，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周线上有过一个下面有个大中枢，这是之前它作为一个比特币一个矿商的时候的一个估值吧，或者说合理的价格。但是因为转型之后，走了一波大涨，从5块多涨到了70多，这是非常牛的一波大涨。那么，其实它在结构上的话是做了一个 B 中枢，现在这是大 A 中枢，现在这里做了一个大 B 中枢，只不过这个大 B 中枢可能还没结束，因为它这一段新的这一笔还没有出现，还不够一笔。那么就看它这个财报能不能够让这笔出现。那么从这个周五的收盘价，它需要突破前面这个高点54.14，那么这个空间并不大。我们看一下，如果说突破前面的高点18%啊，看着不大，这个在周线上还是有20%。如果说突破前面的小高点的话，有20%。如果说再往上走一走，到前面这个小高点是40%，对吧？就是20%或者40%的这么一个空间，就是它财报之后，或者说这个财报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要走这么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个周线上这一笔能到前面这个小高点，甚至说再打高点，理论上是可以的。理论上再到前面的高点的话是68%，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对吧？但是如果说只是要做一个反向中枢的话，继续砸下来，相当于做了一个月线的一笔回落的话，也可以。那么这里其实是有一个，我们把这个高点连线给它连上，哎，你会发现刚好在高点连线这里，两个高点连线，哎，出现了这么个位置。如果说只是上冲了一下，突破了154，然后后期的力度给不上来，那就可能就继续往下走了。相当于我这里做了一个反向中枢，周线上我做了一个反向中枢，就是说再次突破154，那这个中枢就出现了进入段，一次反弹，两次反弹，然后可以往下走的，对吧？所以说这就决定了它这个财报就决定了它后期的一段走势。我们需要看一下日线上。从这个最低点30.76，它是在5月7号周四盘后，那么也是1234不够一笔呀、周线上日线上这个回落，现在这笔回落是不够一笔的，它可以是没结束，可以是财报的原因它再继续往下砸，或者说因为它是周四才出财报，可以是财报之前直接再走一个低点，跌破42.21，然后财报出来了，啪一个上冲。突破54.14，那这样的话就构成了我们刚才说那个周线的第3笔，就结束了，可以走反向了，对吧？这是其中一种情况。那么当然了，它如果说财报之前往上冲，哎，1234不到这个54.41，然后等待财报结果
可以是财报之后冲上去往上走，也可以是往下砸，跌破这个42.21，这样的话就构成这个回落，这其实反而是好事儿。也就是说，它这个回落的话，那反而是可以买的，它可以再往上走的，对吧？所以上冲了不要去追，因为它可能是面临了一个大趋势的一个这个压力线。往下来的话，只要不跌破前面的30.76的话，它其实可以把这个日线上这段的结构做得更饱满一些。你看它前面这里会发现，它基本上在这里要横一段时间再往上冲，做一个中枢，也就是说这个中枢是有2次，最少有2次确认的。现在只有连1笔确认都没有，它可以是2次回档之后再往上走的。这是针对这个 IREN。我们再看这个 Macro Strategy， 这就比较熟悉了，比特币的，对吧？比特币的这个最大的比特币的购买，就是企业里面它是拥有比特币数量最多的。之前也是因为比特币的原因砸的比较深。那么现在这个反弹也够一笔了，周线上是首先够一笔了。我们看一下周线，从大周期543下来的话，是一个1、2、3、4，一笔四浪反弹已经够了。那么前面我们也是测过，有过一个等比例的位置145，也就是前面这个3和前面这个第一笔，它的等比例在145，现在也是拉上来了。它也是在这个200周均线，对吧？200周均线也是在这个位置，现在是得到支撑回来了。也就是说，长期看好它的人是在这个位置一直在买它的，给它托起来了。但是因为这个四浪已经出现一笔了，是不是要结束了呢？不知道啊，看一下是不是要再往上冲一冲到120周，到120周的话，30%，对吧？但是这个位置好像还没有碰到这个231，现在的120周在234啊，碰到了。现在的120周是在234，也就是碰到了前面这个低点，碰到了这个231.51，碰到的话其实就2次反弹了，2次确认了，对吧？2次确认就可以继续往下走，就是理论上是可以这样的。我们把前面的这个趋势线给它画出来，就有这么一个趋势线，它完全是可以涨到这个位置，再往下走。我们看一下空间，80%，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完全是可以往上冲一个80%，慢慢的爬到这个位置，然后再往下走，相当于做了一个大中枢。这就是它的一个上涨空间。如果说稍微小一点的话，就是到120周30%，到了30%也是有一个中枢的，这里是已经有中枢碰到前面的低点了，做了一个反向中枢之后继续下走也可以。这是往上冲，往下走就是再次跌破这个104了。那看一下它的大概空间有多少？40，上下30%、40%的一个空间，这是还是比较大的。看一下日线上，那么日线上从104这个结构，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它现在出现了一个潜在的300，这就是跟比特币那边就一样了。我们在周5直播的时候说过分析过比特币，跟它那个结构是一样，你会发现，就是一个技术段2次回档上去，然后给你回踩，出现了一个小300，潜在的一个300。那么如果说这个就是在周二盘后就要出财报了，那看一下它的这个财报情况，是不是要再往上冲一冲？那日线上也是要面对200天30%，也是30%。那么30%这个位置是可能是跟那个周线那个120周的位置，就是价格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周线是多少来的，230。那么在这个是在也是230，这个230到24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的位置。如果说真能冲到这里的话，你就记着减仓，而不是去追它。那么如果说因为它是在周二才出财报，对吧？那么周二之前，如果说就能够给你一笔的话，比如说周二之前就突破这个183.25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123就结束了，123可能结束了，因为财报的原因可以再回来，再次踩一下这个120天这里，在这里做一个 B 中枢，这是 A 中枢，做一个 B 中枢可以继续上，对吧？只要下冲的力度没有那么强的话，就可以其实去尝试买它。你看它这个 MACD 已经上到0轴以上了。MACD 已经上到0轴以上了，所以说有回落的话，其实可以去，用一点仓位买它的，买它，然后看它再继续往上走。也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个中枢变得更饱满一些，看它能不能够继续往上走。说现在下冲的动能反而不多了，就是说看不到大力度的往下走的一个状态。
那个比特币那面也是一样，做了一个中枢之后，看它是不是往上走，多做往上的，就回落多买回落，而不是去追它，也不是尽量不去做空它，对吧？现在这是它的整体一个节奏。再看一下这个，哎，这个 Palantir，我们之前是分析过了，那么不知道怎么跑到下面来了。哦，这个跟这个 Airbnb 的有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出现了一个，把它给调上去。Airbnb 简单的讲一下，因为之前是有朋友在频道里面问过这个 Airbnb 的，我们把这个 Airbnb 的这个时间，它是在5月7号，周四盘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周期。那么大周期也是有一个趋势线，这是我们很早之前就画出过这个趋势线，就是也是一个高点连线，大概的一个画法，大概的一个这个趋势线，就是前面几个高点。你要如果说把这个趋势线往下移的话，是可以这样，相当于这个用取这么几个高点，也是这么个位置，对吧？现在也没有那个很有力度的突破这个趋势线，也就是说现在它受制于这个趋势线的那个力度压制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上，如果说能够因为财报的原因往上冲一冲，看它能不能够冲到这个中枢上沿的这个位置，大概空间18%，18%到20%的一个空间。如果说给你一次，再给你一次回踩的话，给你个200啊，或者给你做一个中枢，看它做了中枢之后能不能够上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大概空间。到前面这个低点是30%，上下20%、30%一个大空间，这是在大周期上，就是说有回来的话，你可以去买回落；上冲的话，到了一个中枢上沿了，到了这个什么中轨了，可以减一减。其实它就是没有脱离这个中枢，没有脱离这个区间。那么这是在这个月线上，那周线上的话，周线上结构就比较多了，我们可以简单的多讲一点。那么从这个99.88，这是进入段，然后2次回档，然后现在打高点了，就是说这个结构现在是随时可以结束，对吧？有进入段，有中枢，有离开，可以随时结束。那就看它这个结束不结束嘛。从这个115.53，115.53周线上这里是有一笔了，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能不能够再往上冲一冲，它的内部是否饱满。日线上，这是也是做了一个结构，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还有一个潜在300，这是一个潜在300，可以继续往上走。但是这个财报是在5月7号周四，也是跟刚才那几个很像。如果说财报之前它就已经是突破高点的话，那就是可以是一个123就结束了。那么因为财报的原因往下砸，那其实跟那个 MicroStrategy 很像。那如果说这里上去下来，只要不回到这个里面的话，那就可以在这里做一个避中枢，可以继续往上走，就买回落，买回落，往上冲去减仓，甚至去做空的。这就是简单的这个 Airbnb，我们简单说一下。再看这个 RKLB 的话，哦，这个没分析。这是也是朋友们在这个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问过。那么这个公司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端到端的太空公司，核心业务是主要包括发射服务，还有这个太空系统。发射服务的就是一些小型火箭，还有一些中型火箭。太空系统的话，主要就是这个卫星制造啊、组件以及这个轨道管理，还有这个，但是呢，后者的营收就这个太空系统，后者营收占比已经超过60%了。因为这个火箭发射服务主要还是这个大头还是被 SpaceX 给吃掉了。那么，呃，它就是什么呢？它主要就是它的发射服务是全球唯一的高频次成熟运行的小型的商业火箭。如果说你可能，比如说这个不需要用到很大型的这个火箭的话，可能他们家可能比较便宜，相比较 SpaceX。所以说它就是老二，在这个行业里面，它就是仅次于 SpaceX 比较成熟的这个商业航天。那么因为 SpaceX 马上6月份不知道是6月多少号还是5月份，反正就夏天吧，要这个上市。那么如果说它上市的话，对它肯定是有冲击的，对吧？毕竟那个行业龙头还是怎么说呢？对它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好的，那么因为 SpaceX 相当于一个垄断了，其实，但是就看它能不能够突破 SpaceX 的一个垄断。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也是下面这里
从3.47上涨的，然后这里做了一个周线大中枢，然后这里也是出现了一次回落，但是呢，这个反弹还不够一笔呀，反弹还不够一笔，看看它这个财报能不能够，它是在，也是这个周四盘后，财报的话，我们把这个前面的高点给它标出来，93.1的话，我们看一下空间，突破前面的93.1%，18%，到前面的高点26%，也就是说它这个里300就成立了，出现新的一笔。如果说这个300不成立的话，那就要再次跌破53的话，那这个空间就相对比较大了，28%也是30%，那这样的话就很可能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了，就可能砸回到中枢里来，到这个53.44这里，就是这段就相当于前面的下跌延续，那就是一个周线的一个大震荡，对吧？也是可以的，上下30%，看一下日线上，但是它日线上这一笔涨的是挺强的，生长的是比较强的，然后这一个生长现在也出现了一次回落。现在这个回落也够一笔了，所以说就看它下周在财报之前财报之前的话，它可以是这个向下延续，可以是这一笔没跌完，哎，再跌踩一下这个120周这个位置，踩到120天，踩到120天这里可以是结束了，然后一个财报往上走。那如果说从120周到前面的这个高点是35%，如果说还有一种最坏的情况就是前面这个中枢没结束。也就是说，从99.58下跌没结束，这是进入段，然后在这里夸夸夸在这里震，然后因为财报的原因，它可以财报之前先弹一下，然后继续往下走，也就是说要去跌破这个56.13。那么如果说要跌破56.13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测那个30%的一个空间，对吧？那么其实如果说它回到这个中枢里来，反而可以买了，也就是说回到周线这个大中枢里来的话，回到周线这个大中枢里面来，反而可以买了，因为它这里得到支撑了，可以再给你弹一笔的。因为这个周线的图形，如果说我们看从周线这个中枢的上沿弹一笔，弹到这个中间这个位置也有40%呢，所以说回到这个里面，我反而可以买了，因为它会有一笔生长的，甚至是一个微转，甚至是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也可以，反而是可以买的，因为下面有个大的周线中枢的一个支撑。好的，最后再看一下 Uber，我们就结束今天这个分析了。Uber 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跟 AI 相关度不高的，因为之前炒一波 Uber 是这个 Robotaxi，就是特斯拉要推这个自动驾驶，它可能跟着炒了一波。但是你会发现，跟 AI 相关度低的这些公司，就是都趴在下面，都没怎么动，对吧？都没怎么动。那么它的整体的这个图形上，这里就是做了一个周线大中枢，然后呢，这个回落，从我们就主要分析一下日线的这笔回落，从101.99这个回落，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两个中枢的一个结构，而且高低点都有接触，是一个扩张之后大中，你就会发现它走得很黏糊，不那么流畅，对吧？上冲了一下，啪又下来了；上冲了一下，啪又下来，这就是这个基本面不好的这种公司的典型的这种，你不能够期待它能够反弹多高，它这里其实是有这么一个类似有这么一个通道的那么一个玩意儿，发现没有？一个喇叭型的通道，一个喇叭扩张型的这么一个通道在这里，上冲了下来了，上冲下来了，这就是不好做呀。但是它的空间也是有的，我们看它的空间10%，下面这个14%，10%到15%的一个空间，就是它一个能够上冲的一个力度。你也不要期待它能走多高，所以说这个财报的话，你也不要期待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惊喜。如果说往上冲到120天5%，200天，哎，200天13%，也就是刚才我们说了10%到15%的一个空间。所以说真的要往上冲的话，因为财报的原因，冲到200天就差不多了，你就别期望它能够真的给你带来上面，除非它是基本面出现了大的变化，前提是在基本面不出现变化的情况下，可能冲到200天就完事了。当然了，往下走的话，空间也差不多了，因为它已经走了很纠结了，对吧？往下走也是到了这个位置，你反而可以买它了。如果说你对它比较熟悉的话。到这个前低的话，8%，对吧？10%，如果说真能跌破它的话，反而可以稍微买一买，搏一个反弹。但是因为这个平时的震荡的话，我们看有多少，1点多啊，平时震荡很小，所以这种票的话，除非是你真的了解这个公司，
真的懂这个行业你才去买，otherwise 我是不推荐碰这些公司的。好的，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讲到这里了，分析的比较多。祝大家周末快乐，再见。